女人毫无征兆地晕倒了。不过别担心，她是故意的，目的是为了掩护这些孩子们能顺利上车。这已经是他们1周内的第2次转移了。在2战期间，许多犹太父母知道在劫难逃，为了孩子的安全考虑，他们把孩子托付给不同的组织，让他们获得收养与保护。临别时说一句 Ich komm dich holen, sobald ich kann. Einverstanden? 但这一句往往就成为了永别。小姑娘名叫芬妮，刚刚13岁，稚嫩的小脸上写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。自己都还是孩子，却仍要在乱世中照顾着2个妹妹。她知道，想要活下去，就要和爸妈分开，不哭不闹，因为他们一家是犹太人。芬妮3姐妹就这样在收容所待了下去，她们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，只等着父母来接自己回去。可好景不长，一天，芬妮和同学们正在表演木偶剧，台下的小朋友们笑得合不拢嘴。校长却忽然接到通知，收容所已经暴露，德军马上就到。虽然依依不舍，但小孩子们也懂得生命开不起玩笑。孩子们被紧急送往别的地方，大巴车刚刚开出小镇，收容所这边就被德军查封，院长也被一同抓走了。芬妮这群孩子幸运逃脱。赶到下个收容组织时，女院长福曼太太虽然嘴上说着嫌弃的话，但却用实际行动欢迎着他们，把孩子们都留了下来。到这里之后，芬妮与父母彻底失去了联系，只能在深夜里翻看着相机，思念着记忆中的父母亲。没想到在几天之后，意大利投降了，这意味着德军会马上接管这里。由于局势严峻，福曼太太决定把孩子们转移到欧洲唯一安全的地方——中立国瑞士。为了掩盖他们犹太人的血统，福曼太太为所有孩子都编造了假的名字。逃往瑞士也要说成去山上过夏令营。半夜里，她挨个叫醒熟睡的孩子们，询问他们的姓名，答错了再来，一遍又一遍，只为他们在关键时刻不出差错，因为一个差错就意味着死亡。送孩子去坐火车时，看到来检查旅客的士兵，福曼太太急中生智，先是在火车站高呼自己的东西被偷，引来军官的注意。可是直到火车开动的时候，孩子们仍然无法上车。福曼太太马上又假装晕倒。这时机会来了，孩子们抓住空隙上了火车，正式踏上了逃亡之旅。在列车上，带队的大哥哥又教会了孩子们许多自救和逃脱的办法，还说要把纳粹全部打倒。只是当列车进入下一站，他看到巡逻的士兵时，他慌张地逃了，只留下一群孩子无助地待在车厢里。孩子们有些不知所措，好在福曼太太及时赶了过来。不过她也没办法陪孩子们继续前行了，因为她只有一张假的身份证，一旦被查出来，大家都会被她拖累。就这样，芬妮临危受命，成为了孩子团的领队。临别时，福曼太太嘱咐她，无论遇到任何事，都不要表现出害怕的样子。说完便下车了。芬妮问：如果我害怕了怎么办？ Wenn du Angst hast, musst du Mut vertäuschen. Hörst du? Werde mutig. Für die anderen. 就这样，一群孩子独自踏上了前往瑞士的火车。芬妮认为，只要找到了接应人，就能完成任务。可她哪里知道，9981难正在前方等着她。火车轨道被炸断，孩子们中途下车，被迫去德军的地盘转站。芬妮带着大家穿梭在人群中，恍惚间，芬妮看到了被德军抓起来的大哥哥。在被送去集中营之前，大哥哥流着泪，偷偷交给他一封信，嘱咐他这封信很重要，只有到了瑞士，亲手交给福曼太太之后才能打开看。为了逃避纳粹的围捕，孩子们辗转反侧，终于找到了一节货车尾箱，大家躲了进去。迷茫间，芬妮看到妹妹手上多了一个布娃娃，问过后才知道是一个陌生女人给她的，并且她还透露了自己的真实姓名。芬妮生气地扇了妹妹一巴掌。就在芬妮责骂妹妹的时候，货舱的门突然被打开了，是检查车厢的修理工。他看到一张张惊恐的小脸，不忍心告发，于是低声嘱咐孩子们10分钟以后再出来。时间一到，孩子们便走出了车厢，在车站等了又等，终于等来了接应人。他们没有时间休息，马不停蹄的又要往下一个交接点赶去。路途遥远，队伍后面的小男孩鞋子坏了，脚走得好痛。这时大哥哥把球放到他的脚下。孩子们的心性永远是单纯的，快乐起来太容易了，仅仅一个足球就能让他们忘记了自己是在逃命。就这样，他们顺利的与下个接应人碰头了。接应人把他们藏在卡车里，可是车子刚刚行驶没多久就被纳粹拦截了，所有的孩子都被捕了。在这里，之前福曼太太煞费苦心的教唆派上了用场。无论军官怎么盘问，就连最小的孩子也坚持着没暴露自己的身份。可是人心难测，一个妈妈为了保护自己的小孩，出卖了同是犹太人的其他孩子。Du kannst sie jetzt wegbringen. 这下完了，孩子们全被拘禁了起来，而那位告密的妈妈同样没能得到所期待的下场。孩子们的勇敢表现让人相当诧异，在没有食物的威胁下，他们依然没有交代出任何一个接应人的名字，甚至金发男孩被枪口抵住额头，也没有退后半步。Machen Sie schon! Schießen Sie! Na los! Wir sind nicht viele, es geht ganz schnell!
他在绝望中爆发的勇气，反倒吓退了这2位军官。等他们离开以后，眼镜男孩拼命向窗外求救。终于，一名清洁工大婶发现了他们，大婶悄悄把他们放了出来，掩护他们逃跑。孩子们穿梭在小巷子里，可无论往哪个方向，似乎都充满了危险。为了自保，他们唱起了歌颂德军的歌谣。就这样，机智的孩子们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溜走，向山坡跑去。期间，眼镜男孩的皮包开了口，父母给他留下的钱掉了出来。孩子们马上就兴高采烈地玩起了捡钱游戏，甚至休息的时候，他们还说 Machen wir das Geldspiel nochmal? Ja, das war so lustig. 孩子们一路从草原玩到了山林里，看到流水潺潺的小溪，他们又欣喜若狂地互相泼水，玩得不亦乐乎。在小溪的不远处，芬妮发现了一所废弃的房子，孩子们当即决定不再继续逃亡，要留下来生活在这里，直到战争结束。可他们毕竟还只是孩子啊！在第2天，就有几个小伙伴因为吃了林间的毒果子，又是发烧又是呕吐。无奈之下，芬妮和眼镜男孩半夜走进当地的生活区，在去敲门之前，芬妮对小伙伴说Versprich mir, dass du dich meine Schwestern kümmerst, falls mir etwas passiert. 要知道，芬妮也还只是个13岁的孩子啊，她表现出的成熟与勇敢，着实让人心疼。之后，她敲开一间房子的门，对房子的主人说 Ich bin Jüdin. 所幸，芬妮遇到的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农民伯伯，但在第2天一早，农民伯伯就下了逐客令。不过，在芬妮的恳求下，他心软了，他把孩子们留了下来，生活了一天又一天。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，纳粹又来了，他们是来征收土地的，孩子们必须再次进行转移。这时，眼镜男孩的钱派上了用场，他们用这笔钱求农民伯伯帮忙，找了个偷渡客司机，把他们带到了距边境5公里的地方，告诉他们：你们有45分钟的时间跑进树林，穿过铁丝网，然后一直跑到反坦克障碍，在那里看到的灰色房子就是瑞士了。不过中间是无人地带，最为危险，德军会在铁网边巡逻。听完，孩子们张开双臂，迈开小腿，开始奔跑，光明就在眼前。孩子们经过一路颠簸，终于得救了。可还没来得及高兴，芬妮回头发现妹妹摔在了半路。芬妮想都没想，立刻返回背上了自己的妹妹。而此时德军已经赶到，他们举起了枪向孩子们射击。芬妮背起妹妹就跑。这时大哥哥的信飘舞在正前方，似乎像是在给他们带路。芬妮也想起了大哥哥教她的逃生技巧，走之字形折弯跑躲避子弹。最后的最后，她背着妹妹跑到了瑞士的土地上，所有人都安全了。对了，我好像漏掉了影片中很重要的一句话，本片改编自真实事件。在影片结尾处放出了芬妮的原型人物。芬妮3姐妹住在瑞士直到战争结束。1946年她们返回法国，但从未再见到父母。